Be water, my friend. Hello， 大家好，这一期的片头呢，想拍一些和配色主题契合的照片，所以在过年期间呢，我带着这双鞋去了李小龙的祖居，位置是在广州的永庆坊里面，面积不算大，2层的房子里面浓缩记录了李小龙短暂又绚烂的一生。他就是从这里出发，一步一步的成为传奇。每一次去呢，都能感受到满满的能量。李小龙毋庸置疑是一个国际超级大 IP， 各种服装、球鞋联名数不胜数。他的影响力早已经超越了功夫明星的范畴，更是一种精神图腾，代表着突破、自由、自律、自我表达和文化自信。他也说过很多富有哲思的话，最经典的肯定要数 Be water, my friend. 为什么要像水一样呢？因为水没有形状，它顺势而为，融入一切。Water can flow, or it can crush. 坚韧但又自由，像水一样，不是让你软弱放弃个性，而是让你成为一个能适应环境变化、内外平衡、永远流动不被定义的自由个体。像当下经常听到大家说的一句叫做"大环境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比 water， 不管现在是什么剧情走向，是站着、躺着还是跪着，也都要先选择一个让自己觉得最舒适、最有力的姿势来调整自己。就像水一样，被堵了就绕过去，有空隙呢就流过去，适当的机会再击出致命的一击。不管是武术、篮球、生活还是工作，都是一样的，不固执、不停滞、不冲突，而是灵活流动的突破一切限制。只要你的心态足够自由，世界就是你的大游乐场，其他的所有人都是 NPC 而已。抱着自由又不失谨慎的态度去游玩就好了。但同时不要忘了精进自己的技艺，比如李小龙说过的："我不怕会10000种踢法的人，我只怕把一种踢法练了10000次的人。"真正的实力不是表面上的会很多，而是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一个人若能把一个动作、一项技能打磨到炉火纯青，那才是真正可怕的对手。但我的脑海里面同时会浮现的是阿甘的形象，我会理解为是一种大智若愚，心无旁骛，保持专注在自己所要做的事情上面，而不是左摇右摆，或者总是想看有没有捷径，耍小聪明，然后经常丢了西瓜捡芝麻。总而言之，李小龙的影响力不只是拳脚本身。如果大家有去广州旅游，想了解更多他的故事，就去那里参观一下吧。那现在我们言归正传，还是先回到球鞋本身。我们先看一下这双利刃5 Low 的基础信息数据。先看一下外观，李小龙配色的球鞋一般销量都不差，而且这次利刃5把李小龙元素做得很齐全，所以首发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入手了。只是到了最近才有机会去体验它，因为我只有一双脚，要对内容尽量负责的话，真的需要花很多的时间。那经典的4道血痕是必不可少的，有这几道血痕，我觉得才有灵魂。这次的4道血痕呢，是以刺绣的方式放置在了前掌外侧，非常的醒目。4道血痕呢，是源自李小龙1973年的电影《龙争虎斗》中，李小龙被反派使用了一种像熊爪一样的利器所造成的。外侧的刺绣李宁 logo 也增加了红色的描边，我挺喜欢这个小细节，感觉增添了一丝锐气和杀气。而配色方面依旧是取自李小龙1978年的另一部经典电影《死亡游戏》中身上穿着的黑黄连体服。
这不是贾巴尔吗？后来这套黑黄的连体服也在很多电影里面得到了致敬，而且这次还把左右脚做成了黑黄鸳鸯的设计，会更加有个性。那这个时候耐克可能就会说：方毅，快插我！但说句公道话，李小龙标志性的元素就这些，用上了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不过我倒是觉得应该加点创新，例如双节棍的元素不是还没有用上吗？可以增加一些双节棍的图案元素，或者是直接用条链子把两只鞋的鞋底穿起来，做成球鞋双节棍，这样仪式感、趣味性也能有所增加，也能做出差异化。另外，前掌做了一个很大的 V 字凹槽，除了利于弯折的功能性之外， V 形状也是罗马数字里面的5和5代形成了呼应。外底也加入了中国风元素，把外底纹路对应5行的金木水火土，做出了不同的纹路设计。利刃系列的 logo 则放在了鞋舌和后跟的位置，而外底中间呢也做了一个圆形的镂空设计，而透过这个圆形镂空呢，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利刃 logo， 就还挺帅的。做工也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除了有些轻微的溢胶之外，但整体的质感呢，我觉得是没有图片上看起来那么好。那屏幕前的你们会给这双利刃5龙虎配色打几分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实战表现。首先大家最关注的肯定是中底夸张的镂空结构，是利还是弊？首先双层抗扭片的加持下，在即使中段缺少了中底材料填充的情况下，强度也还是足够的，而且还起到了一个结构缓震的效果。特别是后跟独立的一块泵材料，然后做了外底全包，再被中段的 P-Bass 板一夹，就像一个弹性十足的小弹簧一样的感觉。整个中后段的缓冲效果和回弹感都很充足。虽然视觉上这双鞋并不是一个前后掌分区的球鞋，但实际上呢，前后掌是独立的2块泵材料，只是中段用的 P-Bass 板来充当桥梁，脚感上其实会有一种断层感，加上中段的 P-Bass 也是往里凹的，整体还是偏向前后分区球鞋的穿着感受。这样前后落差也是偏明显的前低后高，前后过渡并没有那么的自然流畅，所以对于以跑动打法为主的朋友来说，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后跟的泵挺厚实的，重心也不低，而且还是圆弧形的后跟，所以后跟必须是外底全包边，再加环抱至鞋身中段的杯状 TPU 来增强稳定性。但我依旧建议脚踝力量不好、惯性崴脚的，或者是养生党的朋友要慎选，因为腰部的 P-Bass 板比较瘦，单薄的材料呢落地也会产生形变，后2/3段的鞋身稳定性就没有那么强，而且还要考虑到材料之后可能会产生的疲劳度和耐用性的问题。运动过程中虽然算不上不稳，但是每次落地呢，对比稳定性更好的球鞋会产生轻微的小晃动，脚踝在运动过程中维稳也是会变得偏紧张的。这也是一双上脚后实战感很强的实战鞋。优势是这个后跟和这个结构让起跳变得更加有力而迅速了。起跳的时候呢，后跟常有一个后跟边缘先触地的动作，外底全包的后跟保证各个角度落地都能有抓地力，在抓地力又不错的情况下，落地能充分的摩擦制动，同时弧形后跟和泵的弹性缓震过渡也非常自然。然后啪的一下，前掌快速触地，前掌的前插 P-Bass 又能提供微弱的力传导和最后蹬地的力反馈。所以对于跳人或者是跳投打法为主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利好。前掌我一开始没有去搜配置，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到内置的 TPU 有做前插的延伸，因为内外侧都做了弯折点引导，并且外侧的包边材料也是刻意用了强度更低一点的 TPU， 所以弯折很顺畅，穿着感受呢也更自然，完全不会板脚。同时又能让 TPU 默默地发挥它的作用，搭配适中的重心，整个前掌蹬地启动的感受是比较干脆直接的，同时又不是完全死硬的脚感。同时灵活性也是这双鞋的特点，内侧有轻微的起翘和非常明显的弧形上翻，包括整个外底边缘其实都是比较圆润的。而如何保证防侧翻在线，李宁也是烂熟于心了。梯形外扩加外底叠加 TPU 的上包和强度在线的鞋面配合，自然前掌的防侧翻就不会翻车了。鞋面这次我也是比较满意的，复合织物鞋面韧性够，同时和舒适度平衡的也不错。关键强调支撑性的部位呢，也是做了密度更高的编织和热塑加固，而且透气性还非常出色。而且这次透气孔隐藏的也比较好，表面不会出现很多明显的孔洞，也不会露出袜子的颜色了。Top RB 外底经过几年的检验，也基本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抓地和耐磨都在线的一个合格的外底橡胶材质。另外我比较意外的是重量也控制得不错，单只4码就有350克，因为很多鞋虽然轻，但是强度会下降，而这双鞋呢并没有在强度上妥协，但足弓支撑的部分呢，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这部分用的还是强度更弱一点的 TPU 做支撑，然后也没有了中底材料的隆起。就我个人认为，如果是下面强度更好的 P-Bass 延伸到足弓位置，出来的支撑效果肯定会更好。鞋楦按照我以往穿过的鞋子来说呢，是比较适中的，整个包裹穿厚袜子的情况下是很贴合很紧致的。
建议大家也尽量穿厚袜子，对包裹有提升的同时，有时候也能避免一些轻微的磨脚现象。我前掌最宽处的掌围是约23厘米，跟往常一样选的是43码，我觉得是不偏码的，大家可以自行的去参考一下。而且一般只有6组鞋带孔，但这次有7组，可调节的范围会更大。那整体以我个人的经验来判断，除了大宽脚、高脚背之外，瘦脚、正常脚、微宽脚都可以穿。最后做一下总结 ，John Leon 5 Low 呢是身体素质好、运动能力好的后卫锋线，跳人或者跳投类型打法的球员，比较能适配他的性能优势，而不受他的劣势影响。而内线球员、养生党或者脚踝力量不好的朋友就不太建议了。整双鞋目前没有发现什么硬伤，我觉得利刃系列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保住了实战利器的招牌。那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记得点赞关注，能一键3连的话就更加感激不尽了。最后感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